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我已经有1年没有来古巴了。2026年是非常动荡的一年，国际局势啊真的非常动荡，主要是因为古巴北方那个邻居的总统，对不对？比如说今年年初他就下令入侵了委内瑞拉的首都，然后呢把人家的总统马杜罗把他绑架到了美国纽约去进行所谓的审判。然后呢，多次威胁要入侵古巴，所以呢，我这次来古巴之前，我的很多朋友都建议我不要来古巴，他们说因为太危险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吧？所以我就跑过来了，因为我对古巴还是比较熟悉的。这里顺便查一下我这次呢来古巴的时候忘记带我的那个自拍杆了。现在我是用手拿着手机来拍，所以你看见我这个大头然后呢，我就给大家拍拍现在古巴的街景怎么样，给大家说说目前古巴的情况。我跟当地的古巴人也交谈过，问了他们关于现在古巴的情况，以及有可能古巴北方邻居入侵古巴的情况他们对这个可能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好了，现在大头照就到这里，等一下我就直接照古巴这哈瓦那的街景了我的民宿就在附近，这应该是哈瓦那中等偏上的街区吧。拍摄毫无滤镜我发现我这款荣耀手机拍视频时，如果改变变焦，视频会卡顿，不知是不是软件的原因。以前华为手机没这个问题。朋友们，我发现呢，很多人只简单的把古巴今日的状况归结为被美利坚制裁，其实远非那么简单。自古巴上世纪1959年革命成功以来，就被美利坚制裁及封锁，直到现在，共60多年。这是导致古巴困难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聚焦加勒比海这座美丽的岛屿，聊聊古巴与美国数十年的恩怨博弈，更要读懂中国与古巴跨越山海的情谊。今天我不想讲什么大道理，也不想说那些听不懂的官方词，我就想跟大家聊聊。我已多次前往古巴旅居，我想把自己实实在在看到的、亲身感受到的呈现给大家。现在在古巴街头，中国的影子随处可见。这些年古巴石油短缺，所以进口了大量中国产的老头乐以及2轮电驴。朋友们呀，以前我对古巴的印象就停留在老电影里的复古老爷车、街边抽雪茄的大叔、色彩斑斓的老房子，觉得这就是一个慢悠悠、适合度假的加勒比海小众岛国。可是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我才明白，这座看着浪漫悠闲的加勒比岛国，背后藏着几十年的风雨和不容易。表面是彩色童话，骨子里全是默默扛下的艰难。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古巴离美国特别近，就隔一片海，肉眼的距离却像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么多年下来，美国一直死死盯着古巴，各种制裁从来没有停过。说白了，就是看古巴不听自己的话，就想靠各种打压逼着这个小国低头服软。最近2年情况就更紧张了，特朗普动不动就放狠话，一会儿说要接管古巴，一会儿又各种加码限制，说白了就是明目张胆的威胁，说到底就是想搞变相入侵。大家都看到了，2026年年初，美国直接出兵委内瑞拉，把人家合法总统马杜罗给劫持走了。这件事给整个拉美所有国家都敲响了警钟。只要不听话，不管你是不是主权国家，
不管有没有国际法，霸权想制裁就制裁，想动手就动手。古巴就在旁边看着，心里能不慌吗？普通老百姓能不害怕吗？但就算日子再难，威胁再大，古巴人从头到尾从来没有低头过。我在古巴街头闲逛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这种不一样的氛围。这里的老百姓都特别的温和，待人热情。除了某些与游客打交道的人之外，其他古巴人还是蛮真诚的。深入古巴社会，你能看得见、听得出，他们过的日子真的太难了。因为几十年不间断的制裁，外面的物资进不来，做生意很难，发展更难。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古巴都特别紧缺。能源不够用，以前经常动不动就停电，粮食物资特别紧张，普通家庭过日子都要精打细算，每一辆口粮，每一件日用品都格外珍惜。他们不是不想过得好，是北方那个恶灵的打压，把这个国家发展的路堵得死死的。我在古巴也有一些朋友，他们跟我说，这么多年经过太多国家来来往往，嘴上说的好听，真正愿意伸手帮忙的没几个。越是日子最难的时候，越能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谁只是嘴上客套。而在古巴最难熬、最无助的时候，咱们中国还有俄罗斯是实实在在站在古巴身边的，不是嘴上喊口号，不是搞表面功夫，是实打实帮老百姓解决过日子的难事。就说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吧，粮食是过日子的头等大事。制裁之下，古巴粮食一直不够，很多普通老百姓温饱都成问题。咱们中国二话不说，一次次给古巴捐赠大米，一批批粮食稳稳当当运到古巴港口，直接分到普通老百姓家里。捐赠粮食可能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对普通古巴老百姓来说，有一口安稳饭吃就是最实在的帮助。简简单单一袋袋米，背后就是两个国家最朴素的交情。除了解决部分吃饭问题，中国还帮古巴解决最头疼的用电难题。以前因为能源被封锁，古巴天天都停电，白天晚上都经常停电，经常断电，家里冰箱用不了，小店生意做不了，医院看病，孩子读书都受影响。后来咱们中国帮古巴建了好几个光伏发电源，铺了大片的太阳能板，把清洁能源送到古巴千家万户。现在古巴停电少多了，晚上街道的路灯亮的也比以前多了。普通人家里供电时间也比以前长了一些，但是缺电还是有的，虽然得到一定改善。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做事的风格，不玩虚的，不搞噱头。你缺什么，咱们就帮你补什么。中国有的是产能，更有帮助朋友的真情实意。你日子难，我陪你慢慢变好。不像有些国家只会到处施压，搞破坏，轰炸人家，而我们是踏踏实实帮人过日子，谋发展。很多人问我，中古关系到底好在哪儿？是不是那些复杂的合作条文？是不是官方的各种条约？我想说，真正的好关系根本不在文件里，就在老百姓的饭桌上，就在家家户户的灯光里。大家常听到的一带一路，别觉得这是个听不懂的大名词。我在古巴真切感受到，一带一路根本不是什么抽象口号，就是中国努力带着古巴一起过日子，一起变好的，实实在在的在走这个一带一路。
Sorry, que te cae. Y ya después, ya, como le digo, lo mismo. lo está pintando mal todo eso, no, así no sirve, así no sirve.以前古巴被封锁、被孤立，没人愿意跟他们好好合作，不敢帮他们发展。咱们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且中国愿意带着古巴一起往前，不干涉人家内政，不逼人家选边站，不拿援助提苛刻条件，就是简简单单、安安稳稳的互帮互助。我们帮古巴搞民生、建能源，帮古巴把自己的好特产卖出去，增加当地人收入。古巴老百姓也都心里有数，谁是真心对他们好，谁来欺负他们，他们分得清清楚楚。我在当地接触到的每一个普通人，不管是首都哈瓦那，还是遥远的东部城市圣地亚哥，提起中国，全都是感谢和好感，没有一点虚的。深入古巴，心里一直有个很深的感触，这个世界真的很简单。有的国家靠着所谓的实力，其实就是霸道，欺负弱小，动不动制裁、威胁、动手，靠霸道施压刷存在感。有的国家，比如说中国，踏踏实实做事，真心实意帮朋友，靠真情和情谊交朋友。古巴这么一个小国，守在大海边上，几十年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却始终守住了自己的骨气，没有向霸权低头。而咱们中国不远万里送去温暖和帮助，不靠强权，不靠施压，就靠一颗真情待人的心。霸权可以封锁一个国家的物资，但永远封锁不了真心的情谊。强权可以吓唬弱小的国家，但永远压不垮彼此守望的情谊。现在我就在古巴，这里不只有彩色房子和复古老爷车，
还有很多善良的当地人，有艰难生活下都没有消失的笑容，有光伏电站亮起的灯光。不怕大家笑话，其实我心里想，如果古巴人愿意并入中国，成为中国海外特区，我觉得中国完全可以毫无问题、毫无压力地帮助1000万人口的古巴。大国之间的相处，说到底和做人是一样的，不用强势欺负人，不用霸道压别人，真诚相待，守望相助，路才能越走越远，朋友才能越处越久。前面提到，北方恶灵60多年来封锁制裁古巴，导致古巴人民生活困苦，但这并非唯一原因。我认为其自身也有一定原因，比如政策僵化，对外资限制过多，工业薄弱，口罩事件导致旅游业崩溃，外汇短缺导致民生凋零，还有古巴社会存在一定的腐败。总之一言难尽，这是少见的有些方面往回发展的国家，也就是越来越难。但该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非常友好，也知道中国给予的帮助。在这里，我跟少数几个古巴人交谈过，而且我用有点调侃的语气问他们，如果北方那个恶灵入侵你们古巴，你们怕不怕？愿不愿意接受侵略？除了一个人，其他人都说不怕，也不愿意被侵略。有一个说，也许他们入侵古巴后，古巴人的日子会变得更好吧。我有点无语，但能理解他的想法，毕竟这几年日子太难了。也正因为如此，古巴民意中有一种求变的诉求，这也是不安定的因素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颜色革命。而且古巴对北方恶灵的数字平台几乎不设限，古巴人大量使用谷歌、脸书、油管等平台，反而微信、抖音等中国平台在这边不好使。这里补充一点，为了帮助古巴，2024年年底，中国开通了北京、马德里、哈瓦那直航，在西班牙马德里做技术性经停。我这次就是从德国飞马德里，在那里乘坐中国国际航空的班机来到古巴的。以前德国有很多旅游包机直航古巴多个地方，疫情期间停飞了，后来恢复了一阵，但由于美国还是存在制裁，而且制裁加码，导致古巴石油以及生活物资短缺，而且没有钱进口很多东西。德国度假客慢慢变得不满意，也就慢慢的少了，最后旅游包机也停飞了。德国汉莎、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的航班也停了。古巴太难了。我真心希望古巴的日子会慢慢变好，中古两国关系会越来越深，风雨再大，有朋友并肩，就什么都不怕。好了，朋友们，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